老头子，这是你最爱的味道，以后可能再也吃不了了。小军他把我从厂子里赶出来了。你说小军这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小军儿啊，我们的辣酱是靠着好品质才得到大家的信任。袁老板也是因为我们的品质才给我们投资老味道的。你现在要更换配料，以次充好，这是要砸了自己的招牌的呀！妈，妈，时代变了，你早该把你那些穷酸的道理扔到垃圾桶里。你呀，就应该好好在家养老，以后就别来插手厂子里的事儿，啊？就是啊，你一个只会洗衣做饭的老东西，论学识能力呀，还是我军哥大学生强。去，赶紧领你的免费鸡蛋去！你们只要我在工厂一天，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胡搞。那你就给我滚！你说什么？你耳朵聋了吗？军哥让你滚！你个死东西！你，哼！小军，我可是你的亲妈。亲妈怎么了？我告诉你们，不管是在厂子里还是在家里，只能有一个主人。那这个人就是我。妈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拿你养老金走吧，把军哥惹毛了，到时候给你养老送终的人都没了。轩儿，咱们走吧。你想干什么？走。这些酱料可是我们的根基啊！袁总，怎么又吃上老味道了？米其林大师做的菜也不合您的胃口吗？这你就不懂了。只要吃上这一口老味道，就好像回到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。难怪你要投资老味道。今天的辣椒酱味道怎么不对呢？这批陈年豆子用的好啊，省下的钱都够给你买个鸽子蛋。还是军哥会算计，等拿到袁氏的投资，就把这些老棺材都给他开了。看什么看？干活去！厂长，顾客反映原料发苦，上次抽查，我们还是换回原来的材料吧。老张说的对啊，可要是不这样的话，这少挣的钱你来补啊！啊！就是啊，倚老卖老的东西，我看你是被老不死的洗脑了。军哥明天就改配方了，吃不死人就得了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老公，人家看上一个保时捷，买。你们这样糟蹋秦大姐的基业。老张叔，我告诉你，这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我妈她已经不顶用。你要是想退休，你就找她去，要不然就把防腐剂给我加倍。
这个酱料的味道不对，谁让你们偷改配方的？不是，哪儿混进来的啊？保安，保安，把他们俩给我赶出去！两个偷配方的在这里装大爷，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们？偷配方？我在吃着老味道的时候，你们俩还在穿开裆裤呢。说，谁让你们用的劣质酱料？他怎么知道？难道是秦美云背后搞鬼？这是我的厂子，爱用什么原料我就用什么原料，关你屁事啊！信不信？我让你横着出去！就是啊，穷鬼你买不起就不要吃，赶紧滚！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管他是谁啊？这是我的厂子，我让谁滚，他就得滚。好，很好。小李，通知财务部撤回对老味道的所有投资1000万。老婆，你听到了吗？这个要饭的说要撤资1000万呢！哎呦喂，穷鬼，你知道1000万铺在地上有多少吗？当你家晾大白菜呢！很快你们就会知道，1000万意味着什么。滚吧，穷鬼！下次要装，记得租一套像样的西装。就是啊，穷鬼，装大尾巴狼，连个镀金链子都买不起，滚啊！厂子是你和老魏30年心血，你真的甘心就这样让那小子祸害？老魏对小军一直有愧疚，所以才把厂子给他的，这也是我们俩夫妻2人一起做的决定。杨姐，我这有事儿，我改天给你打电话。这都是变质的豆子呀，我们绝对不能用它，我们的招牌不能毁在这种原料上面。这发明的豆子怎么了啊？省下来的钱都给我买辆车了，横竖也吃不死人。再说，要不是我爸留下这配方，这破厂能坚持到现在。给我拉进去，这要耽误了生产，这个月奖金你俩就别要了。小军儿啊，这不行！小军儿，给我加，全都给我倒进去！不行，住手！我不能让你毁了老味道的。秦美云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你啊？秦美云，当初把厂子给我的时候就已经说好以我为主，你现在这是什么意思你？儿啊，我是你妈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毁了老味道和这些工人们的心血呀！老不死的，谁让你进来的？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儿啊，妈求你了，这些豆子会吃坏人的，这些老工人们看着呢，你爸也在天上看着呢。你现在还不清楚吗？啊！我接手这个厂子就是为了赚钱，但凡你们当年要是多赚点，我不会想留学留不了，奶奶也不会因为没有钱治病而跳楼。出去1整年，就挣这点钱吗？妈，我跟齐军他爸刚在城里立住脚，准备办个工厂，这是生活费，您先拿着，等赚了钱一定给您。钱都挣不到，还想生孩子？妈，小军儿，我们回来了，你怎么不喊我们一声？我要去城里上学，我要住单元房，就挣这么点钱，还想让我喊你妈？这话是谁教你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妈？小军说的有错吗？哎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赚了钱会好好奉养你们，而现在这个厂子是我的，在这儿我说了算。厂长，这豆子确实不行啊！不想被开除你就给我闭嘴！保安，把他给我摁住拖出去，以后再也不准让他进来。小娟，一次冲好，如果让顾客吃出病来，我们会遭报应的，老味道就完了。报应？像你们这样苦哈哈赚几个辛苦钱，那才叫报应。我告诉你，无奸不商，不耍奸诈。
我怎么赚钱？还愣着干嘛？把他给我拖出去啊！小芝儿，厂长，你不能这么做呀！秦大姐她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？你们老味道就是这么对待员工的吗？这破老婆怎么又来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啊，这疯子和要饭的都来凑热闹。老师傅，你没事吧？这厂子完了。这些就是老味道现在的原材料吗？原来的配方师傅秦大姐因为反对更换劣质原料，被自己的亲儿子赶出了厂子。发霉的豆子，工业辣椒精，你这是要毁了老味道这块金字招牌！你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啊，看到没有？等袁氏的投资一到，我们这条线将会变成整个华国最大的辣椒流水线，年产值破5亿。届时，我们老味道将垄断整个华夏国的辣酱市场。到时候，你们这帮小喽啰的意见，我还在意个屁！是吗？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的投资，你是怎么垄断华国的酱料市场的？你投资？你个乡巴佬！你说这话是来搞笑的吗？姚离，是。经查证，会场存在严重违约行为。第一，使用变质原材料；第二，违规使用添加剂。袁氏集团即刻终止所有合作。你们凭什么？你们啊？就凭我是袁氏集团的总裁袁本涛。这不可能！这怎么办呀，军哥？老师傅，麻烦您带我去找秦大姐，如果她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帮她创立品牌，重振老味道。好。怎么办，军哥？快走！老公怎么办？到时候的1000万就没了。哭，就知道哭！我的财运都被你哭没了。不行，绝不能让袁总去找那个老太婆，要不然我们的厂就真的完了。袁总，求求你，袁总，求你再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吧，袁总。老公，救人了！撞人了呀！这是，哎呀，这快下车！投资商也不能撞人就这么跑了吧？快下车！袁总，他是自己撞上来的。你撞了我老公，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行了，你说我一时心急，这回不能怪袁总。袁总，我这样办成真的是迫不得已。您能不能看在我已经受伤了的份上，就听我解释2句？是啊，袁总，您只是看到我老公开出老妈，您没看见我们给他填了多少赌债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。不是你们，老张，我知道你是关心我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还有2年就退休了，要是想安心养老的话，就别耽误财路。没事啊，袁总，我这现在怕是伤得不轻，要不咱先送我去医院吧？啊，那好吧，先去医院吧。来，咱们走。什么？小军被车撞了？这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车祸呢？好，我马上来。哎，这不是秦大姐吗？是她。糟了，不能让袁总看到秦美媛，不然就全穿帮了。袁总，老公疼得不行了，别管那些了，快先去医院。好。哎，你
去医院。好，我马上就到。总算避开那个老太婆了。魏厂长，你还能笑得出来，看来你也不是很痛苦。对了，你们为什么躲着刚才那个秦大姐？因为他赌博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嗨，就是因为他赌博，所以才被开了。前2天还来厂子里闹。对，还闹得很难堪呢。原来如此，赌博确实害人。对了，刚才我听那个老张说，秦大姐是你妈，你连你亲妈都不帮啊？袁总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有那个赌鬼老妈，我们齐军这些年经营厂子赚来的钱全给还赌债了，我们就害怕他拿厂子去抵债了。是啊，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嘛。那老张他们，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还有我的辛苦啊？袁总，您看今天这事儿闹的，您还没好好看场子吧？您明天再来好好观察一下，可以吗？看来你也不容易啊。那行，那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好，那谢谢袁总，谢谢袁总。袁总是马上就要到了，我就在这下车吧。董事长，您真相信他们说的话呀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那是。我得趁着小军他们不在，把这坏豆子换了。这发霉豆子做辣酱，要是吃坏了人，这不砸了老味道几10年的招牌吗？员工私下倒卖原料，这厂子果然有问题。别动！是你？我认识你。亏我还做了乔装，老味道的人，随便一个普通员工就能认出我。看来这次考察全是做戏。臭小子，30年前你饿得溜进来偷豆子吃，这30年后你怎么还是这点出息？怎么没长进呢？你干嘛呢？生豆子能吃吗？再饿也不能吃这个。虽说咱工厂不景气，这原料是公家的财产。造的什么孽呀？喝坏了吧？等着，吃这个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后面的事儿。你是那个大姐，你还在这个厂子里？当年你给我的那瓶辣酱，陪我度过了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。到现在，我还记得那个味道，这也是我想投资老味道的原因。你说你这小子，你喜欢吃也不能偷啊。不过这辣酱吃一瓶少一瓶了。这新厂长上任啊，原料和配方他都换了，不再是老味道了。不是的，大姐，我这次来啊，就是为了投资那个。动作的给我快点啊！这袁总明天就要来视察了，手上的活都给我放麻利点。那几箱刺的，还有那几箱发霉的，都给我放到最里边，压到最下头。
不好，要是被他们发现，肯定会把你送到局子里去的。老婆，你去把咱们从市场上收回来老配方的辣酱都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。放心吧，老公，保证看不出任何端倪。齐军儿，这不是偷奸耍滑、搞诈骗吗？咱们老味道几十年来没做过这样的手脚，这良心上过得去吗？刘叔，听说您儿子在申城还缺套婚房，等到袁氏的资金一到，您身为咱们工厂持有袁氏股的老员工，那这买房的钱不一下就出来了？这，刘叔，您在咱们厂是最懂工艺的，您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豆制品的发酵时间缩短到一半？到时候咱们可以大面积的铺货，全国的市场那就都成咱们的了。可这是违规呀，风味不对，而且容易引发食品安全问题呀。好一个魏厂长！小军，你怎么能这么干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老味道靠的是真材实料，是口碑。你这样以次充好，你真会毁了我们的品牌的。你懂什么？现在都什么时代，这东西好不好不重要，只要营销做得好，概念炒得火，就算是垃圾也能卖成爆款。原来大姐就是秦大姐，就是这个魏厂长口中的赌鬼亲妈。我倒要看看这魏厂长口中还有多少馅。儿啊，这入口的东西，良心是底线呐！你说，你搞了这些花里胡哨的包装炒作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民营企业可不能忘了社会责任呢！够了，责任，你总惦记着责任，你有没有想过我呀？孩子治病要紧，再怎么说也是咱厂的员工，这钱我得出。谢谢啊！赶紧拿钱治孩子的病去吧。小军儿，你怎么？哟，糟了，今天是给他交学费的日子。嗨，小军儿，妈一会儿给你筹钱去。你永远只是个道德高尚的烂好人，对别人那是千好万好，唯独对自己的亲儿子是半点不上心，横竖看不上。我魏启军在你这儿做什么都是错的。哎呀妈，军哥也是为了厂子好，你就别耽误大家过好日子了。这是我在公众号上买的通稿，阅读量10万加，能把老味道和荣城深度绑定在一起。怎么样，你能做到吗？各位老师傅，时代变了，酒香也怕巷子深，只有齐军的这个方法才有曝光度，才可以靠大家赚更多的钱。我们不懂什么公众号、视频号，但是听着好像还不错。是啊，前2天日薄西山，我们也没听说宣传啊。你们这是歪门邪说，旁门左道。看吧，你又来了，你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老了，不中用了。你那套办法早就行不通了。哎呀，老公，妈这辈子就只想听她想听的话，别理她了。明天视察工作要紧，你们2个把我妈扶过去睡觉吧。我看谁敢！魏启军，你在我面前谈营销，未免太看不起你老娘了吧？你看。那是什么？那是美云当年给辣酱厂拍的电视广告。你妈那年才20出头，就已经是市领导看好的国营厂长接班人。小军，你对你妈真是一无所知呀！你妈是80年代第一个为辣酱拍摄广告的人，她开创了先河。赌上了家产，让老味道站在了93年的央视春晚上呀，一炮拿下荣城老味道，让一个地方的辣椒产业响彻华夏国。和春晚广告相比，你那10万的通稿算什么东西？小军儿，你妈让你继承厂子，结果连你妈的皮毛都没选下，还以为是大学生呢，有了文凭了就能干厂，天真。我去老城多年，对荣城旧事知之甚少，没想到秦大姐这样厉害。袁总，到海外会议时间了。魏齐军那几斤几两，压根儿不是秦大姐的对手。等明天视察，再跟秦大姐谈投资好了。老公，原来妈以前这么厉害呀！可是你奶奶不是说她自私自利，不想带娃，才把你送到乡下去的吗？我奶奶到死都没有说过她一句好话。这帮人拿她的工资，自然要帮她吹嘘。
妈，这只是一些老黄历而已，除了你这帮工人帮你记得，还有谁知道啊？你能不能别躺在你过去的功劳簿上做梦啊？就是啊，现在是互联网经济、电商时代，我妈连个手机都玩不明白。我看你啊，就赶紧退休，去养老院享受天伦之乐吧。什么？魏奇君，你混蛋！钱大姐这辈子为厂子付出，你明明是夺权，是软禁。魏奇君，你要把你妈从自己家里赶出去，还要住到养老院里？你真这么厉害啊？那当初为什么不多赚点钱，多买几套房，以至于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？说到底还是你无能。小娟，今天就把妈送到养老院。我们不会让你把秦大姐送到养老院去的。谁敢这么做，我们现在就罢工！是罢工，罢工，罢工，好啊！罢工就罢工，省舵开除你们，养的一群废物。魏奇君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了？如果你再执迷不悟的话，我就打官司申请遗产重新分配，到时候这个厂就不姓魏了。打官司，我顶多拿到1/3的股份。再说了，袁氏的投资等不起，耽误下去我就又亏了。军哥，你看我发现什么了？你妈半夜去厂房里面偷换原材料。妈，我要是把这个视频发出去，老味道创始人有发霉大豆，您跟您这辈子的心血呀，就全都完了。你们真是颠倒黑白！我明明是用坏豆子来换好豆子的。我们可以证明，秦大姐不是这样的人。作证？等我把视频原件一删，我看你们拿什么作证？妈，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真相不重要，谁声音大谁就是有理。你还是乖乖听我的，安安分分回家收拾东西。今天就去养老院。怎么？自己不肯走啊？小娟，帮妈一把。哎！散开！这是我的家事，我今天非得带他走不可。散开！哎，不行，不行！上啊！不行不行，不能带走！哎，你们，你看谁敢？秦大姐，你放心，今天有我在，谁也不能强迫你。你他妈谁呀？啊，这是老子的家务事儿，用得着你管吗？我送我妈去1个月开销1万多的养老院，这是孝顺，你懂什么呀你？是孝顺还是没人性，你自己心知肚明。有的人狠下心来，连自己亲妈都能赶走，殊不知秦大姐才是你们这个厂子生死存亡的关键。谢谢你，时代变了，我过去的成绩如今也不算数了，也许我该放手了。秦大姐，您别急，我是来报恩的。当年您一个馒头一勺酱，救了我叔叔的肚子，也救了他的骨气，这份恩情我不会忘记。你叔叔？您叫他小涛就好。他今天有急事处理，特意吩咐我前来接你。他让我跟您解释，他不是来偷豆子吃，他是来故地重游。什么报恩啊？什么偷大豆？哪儿来社会闲杂人员在这里编故事？哟，妈，您该不会是请了个演员在这里演戏，会以为我们会认真吧？行了，这养老院你爱去不去，但是在我这儿只有一条，秦美媛，你要是再敢跟我抢场子，我就和你玉石俱焚。行了行了，都别看热闹了啊！为了迎接明天袁氏集团总裁的到来，都别给我出岔子。谁要是出了问题，就给我滚蛋！袁氏总裁，希望他明天来了，你不会吓得魂飞魄散。袁总。哦，秦大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先到酒店去休息，我向你保证，明天我一定帮你拿回来那该属于你的一切。小桃，你有心了。但这个孩子是我自己的债，我得自己来收拾。啊，快去！哎，俊哥，人来了。来了。站远点儿！这破
摄像机都用了多少年了，就这点水平，还单独成立个宣传科，真他妈浪费我的薪水。瞧瞧魏启军猖狂的模样，宣传科以前多威风，在他眼里狗都不如。来了，袁氏集团的人进来了。李助理，欢迎啊！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进去看看吧。我们的生产线呢，都是严格按照标准来生产的，所以请您一定要放心呢。来看看我们的展货区。李助理啊，你看袁总今天没来，那这合同可以签啊？美云姐，先不着急，咱们先看看戏。不过你们厂员工年龄结构偏大，会厂长，这个问题要解决。哎呦，李助理，您会演啊？这个问题好解决，开掉，通通开掉。开除？齐军，我们可都在厂里30年了呀，比你年纪还大。厂子最难的时候我们都没走，私人厂长都没赶我走，你说开就开。你们一个个顶着口说无凭原始老股东的名头，白白拿走了30多年的分红，我们魏家的钱都被你们分完了。谁说他们分走了魏家的钱？当年厂子倒闭，是这些老兄弟老姐妹们拿积蓄借钱救厂，给他们寄原始股，这是感恩，这是承诺。小军儿，做人可不能忘本呢。这钱又不是我借出去的，我忘哪门子本？你要是想信守承诺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出去办厂啊，可以给他们兑现啊。你不是一直不服老吗？你行，你上啊！好，魏启军，我秦美云说能办这个厂，她就能办下去。当年的承诺，我来兑现。秦大姐，我们跟你干！对，我们跟你走。这没良心的厂子，不干也罢。就是不干了，跟你走。哎呦，我都忘了，你还有这群老兄弟姐妹共进退呢。你说你们办执照的时候，是不是要提前配发脑瓜镜啊？各位，这都7老80出来创业，可操心别把棺材板也给赔进去了。80几年买苏联设备，我靠着小学那点俄语底子，陪着谈判团硬是去了，设备买回来了。90几年企业改制，那么厚的文件，谁看得懂？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啃，硬是把厂子给顶下来。小军儿，你总说你妈什么都不行，那你厉害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当这个厂长，完全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。从前我能办起来一个老魏的，如今我秦美云照样能办起一个老阿妈。我们跟你干，随你们便吧。李助理啊，您放心啊，这批老掉牙的技术走了，只会有更多的新鲜血液进，我们呀只会更好。会厂的内部事务自然交由魏厂长决断，只不过同为生意人，提醒一句，不要留下生意上的把柄。明白。好，去，按正式流程裁员，按劳动合同赔。军儿哥，一个老员工赔下来得20万，这么多人，那袁总的投资马上就要到了，到时候你还怕赚不回来吗？看，现在就拿钱。那个李助理啊，这袁总什么时候能来签合同？现在？这袁总今天不是没来吗？谁说我没来？李助理，你没搞错吧？啊，这些不都是我们厂里年过半百的老人吗？这袁总在哪儿呢？没搞错，魏厂长，袁总一直都在这里。军哥，这什么意思呀？这一看就是我们的员工，怎么可能是总裁？我们会不会是被骗了？不是，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呀？啊，这可是1000万的合同，你就让我们厂里的一个老头来签？你们是联合起来耍我的吗？你们谁告诉你袁氏集团的总裁就必须要衣着光鲜啊？怎么就不能是我这个老头啊？你要办厂，
我支持。袁氏集团愿意拿出1000万资金投资老阿玛。不是，那1000万不是我的吗？昨天你以次充好，弄虚作假，今天又颠倒黑白，抹黑亲妈，还驱逐功臣。这所有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凭什么投资你啊？可是我这……你为子不孝，为人不仁，作为商人，你泯灭良心。我宣布，我袁氏集团及其所有关联的企业不再与你魏齐军合作，期限是永远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根本就不是袁氏总裁，分明就是一场骗局。你还有你，都是我妈找来的演员，都是合起伙来骗我玩的。秦美云，你有什么本事？你不就嫁了个厂长老公吗？离开了我爸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现在倒好啊，又找了个有钱人，合起伙来骗你儿子的家产。闭嘴！这厂子是你爸留下来，但不是你们魏家白来的。92年辣椒厂倒闭，是我顶着巨大的压力，我挨家挨户的借钱，劝你爸硬是把厂子给留下来的。厂子没生意，是我豁出了脸，拉广告拉生意，求爷爷告奶奶拉设备，才把厂子盘下来的。这些老员工们都可以作证。没错，当年要不是秦大姐，厂子早完了。老魏道真要跟谁姓，那也是秦美云的秦。放屁！厂子之所以能盘活，那全都是因为我奶奶的配方。你拿了我奶奶的配方，赚了钱，你却不赡养自己的婆婆。你爸，他巴不得我病死，有了媳妇儿忘了娘，一个子都舍不得给我花。还是我小军好啊，心疼奶奶。我奶奶到死都没有享受过亲儿子的福，你配享你儿子的福吗？啊？好，魏齐军，你只相信你奶奶的一面之词，你就恨毒了我。你对你奶奶的是孝顺，对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吗？你不是气咱家办厂一直没赚到大钱吗？今天我就告诉你，咱家的钱到底去了哪儿？10几年了，这个秘密也该见光了。什么秘密？你又准备编故事了是吧？当年春晚的事儿，是你爸爸跟我赌了一把，因此我们走在了一起。后来厂子给了我们一大笔奖金，你奶奶就拿着那个钱到处张扬，谁找他借，他都借给谁。什么？后来办了厂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你爸不给他，他就在账上拿，在家里偷，在外面赊。他就安排人来厂里。你说我们敢让他来城里住吗？不可能，我奶奶不是那样的人。有什么不可能？当年锅炉房爆炸，就是你奶奶安排进来的亲戚，玩忽职守，烫了溜进来的小孩，最后还是你妈赔的钱。美英姐当时多难呐，我们都不忍心拿分红，哪有让老板亏我们员工付的道理？可是她就是不肯。一码归一码。小军，如果你因为你奶奶这件事情记恨我的话，如今真相大白了。妈不图你什么，只希望你好好的走正路。就算是这样，那也是员工玩忽职守啊！叫几个老员工做伪证，有什么难的？再说了，我奶奶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，死无对证。秦美云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往死人头上泼脏水。你这孩子，你咋好赖不分呢？袁总，就算你是袁总，现在咱们合同已经签了，白纸黑字，按照规定，你现在必须给我打钱。小军儿，做生意没有你这样做的。怎么？你们想撕毁合同？那行啊，那也得给我赔付违约金。钱我会打的，不过呢，是打给美云姐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我的注资仅限于秦美云个人。秦美云个人？这不可能！我注资老味道，本就是怀念当年那罐拯救我于低谷的辣酱。可你魏厂长接手以后，味道变了，核心文化也丢了。这样的厂，我凭什么要投啊？
不是这样的，袁总，那个我们才是老字号，原谅我们可以改回去啊，我们现在就改。对，荣城辣酱的核心从来就不在配方，而是在秦美云和身后这些同甘共苦、不忘初心的员工身上。惠七君，我再教你最后一件事情，机会不是时时有，但来了就一定要把握住。袁总，你说帮我注资建厂的事还算数吗？当然了。好，老伙计们，有人说我们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跟不上时代了，我今天偏要证明给他们看。走，跟着我一起办厂去。走。袁总，秦大姐，你们俩站在一起还真般配呀！是时候给这些老梆子一些教训。二位要带着我们发财呀！哎，魏奇君怎么来了？妈，袁总开张大吉啊！隔壁厂子送来一份薄礼，不成敬意。妈，这新开的厂子可要撑久一点，别太快垮台了。不过垮台了没关系，你还有退休金，饿不死。行，心意收了。垮台这词儿啊，我觉得你们留着更合适。老味道的机器如果坏了可以修，但是人心坏了可就真的完了。来，各位网友快看啊！就是这家老阿妈辣酱厂，号称正宗荣城辣酱，其实啊就是个盗版。来点个关注，阿飞带你们吃瓜。小军儿啊，你这礼送的可够重的。不过礼我收了，这人啊我恕不奉陪。你呀，还是给我领回去吧。哎，我说老阿姨，什么小军儿，我压根就不认识。不认识魏厂长，骗谁呢？哎呦，妈，这您可就冤枉我了呀！人家是自媒体，有采访自由。再说了，这也是自发行为，而且啊，咱荣城的老味道确实是更地道，人家只认30年的老品牌，这没问题啊。哎，就是，我们消费者有权知道真相。你不是要真相吗？好，我给你真相。哎，大家看一下，我身边这位老师傅做了60年的辣酱了，这年头比这牌子还要老呢，在百度上可以搜到个人云科的。给。还有这第二，80年的厂庆，90年的春晚广告，都能看到我老阿妈的员工。请问这位30年的厂长，你有这么远的文化历史吗？就是，我看你就是欺软怕硬，来蹭流量的，快滚！滚！多找几个大 V， 务必坐实我们老味道的正牌地位。再买水军，务必全平台骂他们是盗版。要是还能找人攻击他们，那就更好了。好。就这么办。天哥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是不是买的通稿起效了？老阿妈被网爆了？不是啊，是老阿妈火了。什么？不，妈，他就是个老古董，玩不转网络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好，谢谢啊。你还不肯来新厂上班，我就是我宣传科科长，肯定能再创辉煌的。厂长，我也快60了，多谢你肯相信我。我还有更多的录像资料，咱们乘胜追击，一定要让老阿妈打开局面。行，忙去吧。啊，这分明就是你联系的人脉，让头部主播转发支持，让小博主积极讨论，这才让热度节节攀升嘛。怎么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全都是他宣传科的功劳啊？当领导的懒工有什么用啊？
不如调动员工的积极性。真不愧是几十年的老厂长啊！袁总，秦厂长，火了，我们彻底火了！宣传歌唱前的那篇营销文爆了，央视名导演打电话来，想给您做个专访。专访？算了，我又不上镜。谁说的？你看这些照片多好看啊！你看。袁总，你什么时候偷拍的秦厂长啊？不会是芳心暗许吧？哎呀，多嘴，忙你的去。厂长，这是个好事啊！这个专访对于我们提高老阿妈的知名度来说很有帮助啊。你才是大老板、大投资人。那好，美云。这不是央视著名人物专访导演张导吗？这么巧在这儿碰到，这下我们老魏导有救了。张导啊，这么巧啊，在这儿能碰到。那个我是老魏导厂长魏奇勋。那个我们老魏导啊，是荣城的老字号，我们一直想找个机会，找一个像您这样的人物过来做一次专访呢。给你，你把资料发给我助理，我让团队再看看。秦女士，总算见到您了，怎么能劳烦您出来接我呢？张导，您搞错人了吧？干嘛对她那么客气啊？我妈只是一个普通妇女而已。你说你妈是普通妇女？秦女士，您真是太低调了，您的荣誉功勋都没跟后人讲讲吗？你知道你母亲当年在央视春晚投广告的事吗？知道啊，投了几百万，导致我们家现在连套像样的房子都没有。他只花了几百万，就为整个荣城的食品加工产业创造了数百亿的产值和机遇啊！是的，我查过资料，当年美云在春晚投广告的时候，并没有把荣城老味道据为己有，进行商标垄断，反而是让荣城所有的大小作坊都能使用这个品牌。春晚的号召力，直接让一批濒临倒闭的工厂起死回生。别夸我了，那个时候大家都难，我只是做了一个企业家该做的事儿。不，正是这番舍小为大、着眼全局的格局与胸襟，整个荣城都因此受益。30年过去了，我们台领导特地点名要为秦女士您做一期专门的采访。有什么了不起？齐军儿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现在把这个采访的机会给到我，我都得考虑考虑。儿啊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你在网上花钱买水军的事，我看到了。只不过没有实操的水军，打的全是口水战。真有本事，地方政策和宣传口都会围拢过来。你娘当年做广告营销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和泥巴呢。哼，蠢蛋！我这篇文章冲的就是台里专题，做生意不只是广告营销，还是一门政治。荣城老味道至今没有注册商标，只要我抢先注册下来，那就注册了。到时候不管是谁，都不能占用。老婆，你现在立刻马上把荣城老味道这个商标抢先注册下来，要快！军哥，高啊！只要商标在手，老阿妈再也翻不了身了。我这就去办。哟，杨姨又来找我妈打麻将了。您再等等啊，等到老阿妈厂子倒闭了，我妈自然有大把的时间和你们一起打麻将了。齐军儿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杨姨可是国营企业的老领导，你们这帮老姊妹，哪个不是从老厂出来的？啊，到最后呢，改制的改制，倒闭的倒闭，别拿你们那些老资历来压我了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来正式通知你，我们已经把荣城老味道的字号注册了。对，我们已经针对性发函了，要求老阿妈停止使用荣城老味道来自老阿妈的宣传语。再要是蹭我们的热度，我们就针对性发函了。好了，言尽于此，那我们就不耽误你们聊天了。
我这儿子实在是蠢，如果他跟我在互联网上打几个嘴炮，无论是老阿妈还是老魏的，恐怕全国人民很快就会知道的。毕竟中国人最爱看的就是热闹。他但凡对你有半分关心啊，就该知道你的麻将搭子个顶个的了不起。别想他了，让我这个水果 TV 的副总给你剩点人脉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台正在筹备一档美食综艺，主持人是老饕、蔡澜，我打算让老阿妈第一个上节目。好。张导给我妈做的那期人物专访太火了，全网都在讨论，百度、央视频网上都爆表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老魏的就真的要被老阿妈取代了。啊，金哥，你看，网上著名美食老饕贴，蔡老发通告了，说来荣城探访辣椒老字号。蔡澜，他这个时候来，难道是冲着我妈的？很有可能，妈现在刚上央视视频，风头正劲呢。不管他冲谁来的，在荣城做了30年的老字号，只能是我们老魏的，必须要他们来我们厂，不能让他们去了老阿妈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！蔡老，哎呦，欢迎欢迎啊！一路辛苦了呀。那咱们现在就开始采访吧。我听说荣城的辣椒酱很出名，特地来采访这个。啊，哎，我呀就是咱们老味道厂的厂长魏奇军。魏奇军啊，厂长不是姓秦吗？那是我妈，我是他亲儿子。哦，这个厂子呀，现在已经传给我了，您就放心吧。我给您介绍一下，我们老味道厂那可是荣城历史最悠久的厂子，这其历史啊，可以追溯到1992年。你知道这个老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秦厂长，袁总，我们派去接蔡老团队的人说人没接到，蔡老他们好像丢了。丢了？我马上让李助理去找。不用着急，我刚接到消息，蔡老被魏奇军请到老味道去了。蔡老，您看，我们老味道呢，一直坚持用传统工艺，所以啊，每一道都精益求精，这才有了我们老味道30年的好口碑啊。哦。蔡老，咱们是先直播后剪辑，现在已经开始了吧？开始了，直播信号已经送出去了啊！那就好。拍吧，不管后续如何，现在老味道的镜头已经全网直播了，配合水军炒作，最先出圈的一定是我。哼，蔡老，请您停止拍摄。哦，本涛啊，我们才是水果台派来的正式采访对象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妈，这有什么误会啊？是蔡老自己亲自发通告说要来我们荣城采访老字号辣椒酱，我们老味道就是啊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在于这根本不是真正的荣城老味道辣酱。哎，二位别急啊，味道嘛，尝尝不就知道了。蔡老，他们偷换原料，添加工业辣椒精，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辣酱，绝对不是从前的味道。就是这个味道。本涛，这和30年前你带去香港给我尝的是一样的味道，地道啊！这不可能。蔡老，我尝尝啊。美人，的确是这个味道。我亲自买了老阿妈回来调包，味道当然一模一样。现在全网黑的就是你们老阿妈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妈，您别总以己夺人了，我这就是正宗的荣城辣酱。不可能，你连完整的配方都没有，你分明用发霉的豆子和工业辣椒精做出来的原料，怎么可能是这个味道？你绝对偷换了包装。妈，我做生意的诚信都是跟您学的，我怎么可能会作假呀？
这包装可以换，这生产线动不了。妈，这可是无菌车间，您不能再乱逛了。走开！这味道，我试试，我也试试。一样，完全一样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好吃，太正宗了。快点儿，后面的放这边。我做的可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战，怎么可能不做万全准备？魏厂长，我要订货，先订200万的货，全面铺开海外市场。不可以！他用发霉的豆子和工业辣椒精做出的辣酱，品质绝对有问题。他根本就没有完整配方。魏奇君，我劝你适可而止，你手里根本就没有完整的配方。这配方本来就是我奶奶的，我怎么就做不出来？这就是我们老魏家的配方。老魏家？你奶奶？老魏家？你奶奶？美云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内情？这辣酱明明是秦大姐研发的。她研发的，我奶奶可是亲口跟我说的。秦美云在坐月子的时候，连厨房都不下，就等着我奶奶伺候她。现在她还把我奶奶的东西占为己有。美云啊，孩子从根上都不信你了，你也别怕说婆婆坏话，你就把真相告诉她吧。好，那这样咱们再攻严攻。既然大家都觉得这个配方是自己的，口说无凭，不如我们把这个配方里面的核心原料和关键工艺背出来，看谁能说得对。好，我可以背。我哪里知道配方是什么，根本背不出来啊。这可是我们老魏家的秘方，商业机密不可外泄，怎么能当众背呢？嘿，你说不出，那是因为你不知道，你根本就没有配方。好了好了，二位，我们是美食节目，又不是辩论赛，想必二位对各自制作的辣酱都了如指掌，也知道怎么用自己制作的辣酱烹调美食。这样吧，现在我们就在现场用各自制作的辣酱做一道美食，如何？好。老公，以前在家都是妈做饭，你从来都没下过厨，这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我们有老魏的辣椒酱，只要把食物做熟，味道肯定差不了。再说了，我还有秘诀呢。什么秘诀啊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好。我妈年轻的时候也是给我做过饭的。要想豆腐好，火候要正好；要想豆腐香，2勺辣酱，喷喷香。妈，快好了吗？要想豆腐好，火候是正好；要想豆腐香，2勺辣酱，喷喷香。啊，香吗？香，妈妈厂里的辣酱配什么都香。美云，美云，想什么呢？我的成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对不起，我走神了，我们输了。没事的，美云，我跟蔡老啊，我们都是很多年的交情。蔡老，既然已经是我们赢了，现在就请您移步我们老味道的办公室，为我们做专访吧。专访可以啊，那我们就要采访秦美云女士。什么？蔡老，
您这是在耍我们吗？这么多人都听着呢，是您说要比拼初一大赛，我们赢了，您不能赖账啊！姑娘，我是说了比拼，可是我从头到尾也没有说谁比拼赢了我就采访谁，也没有说谁比拼赢了谁的辣酱就是真的。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很明确，一直都很明确，那就是我采访的人就是他。这可是我们老味道的辣酱啊！而且这剪影是我们厂的标志，你来我们厂不就是为了采访我们吗？啊，我明白了。啊，这个包装罐上的女性剪影标志，就是美云原来拍的辣椒广告啊。所以蔡老，您从一开始就清楚采访的对象是秦美云。什么？我听说荣城的辣椒酱很出名，特地来采访这个。所以说，您从来之前就知道老阿妈和老味道两个厂。当然了，美食界的掌故我还是知道一点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啊，反正你们的节目是直播，我们的风头出尽了，全网都看到了。那个魏厂长，我们的直播活动一直都是分为上缺下缺两部分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直播还没有完啊。老味道和老阿妈就像秦女士的人生上下半场，老味道是她励志革新、开创品牌的过去，老阿妈是她宝刀未老、紧跟时代步伐的现在。上下两部都很精彩，应该被广大网友所知晓。而你们两夫妻很具有综艺效果，托你们两位的福，今天我们的直播互动和点赞已经爆表，而且冲上了平台的首页。意思就是我们在这里忙活了半天，就是给他们老阿妈做垫脚石，你们直播里让我们当小丑。费尽心思把人骗来，还不是白费功夫？这说明啊，人一作恶，老天爷都不会放过他，笑死个人了。这就是你们节目组的黑幕，分明就是在耍我们。你谁让你拍我们的啊？我要告你们，你们这是欺诈！我们每期直播都有标题预告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专访辣酱女王秦美云，老味道的创世传奇。你们自己想情愿，怎么能怪我们呢？家人们，我们老味道才是真正的品牌。对，我们有几十年的历史了。对，他就是蹭我们的热度。小娟儿、小军，不管你们是不是正品，我们老阿妈从今天起换新包装。科长，把咱们的新包装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各位，这是我们老阿妈的最新包装，认准她，老阿妈的秦美云才是荣城辣酱的真正创始人和品质保障。蔡老，现在闲杂人等已经清除了，我们可以正式的开始录制了吧？当然了，秦女士的人生下半阙更值得期待。走吧，让我们一起去老阿妈工厂。可恶！魏厂长，不好这样生气的，你是有机会东山再起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要同你们签订单，200万。可是蔡老他们都去老阿妈那儿了，你为什么要跟我们签订单啊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更要同你们签订单。以蔡老的影响力和节目效应，老阿妈这次必定一炮而红，到时候全国的销量肯定是一路长红。那你去投资他们，何必在这挖苦我们？为啥？年轻人头脑要灵活点吧，做生意嘛，哪里有热度，哪里就有热钱了。反正你们跟老阿妈同源同位，到时候你们抢先发货，占领市场先机，让他们花巨资做的营销，我们做着盈利，钱不自然而然就来了吗？说的有道理。这老味道上的剪影也是我妈，我们也不算卖假货呀。是啊，只要我们抢占了先机，那这顾客就变成我们的了。
好，就这么办。魏生，生产一定要快，我们能不能抢先占领市场，就靠这个时间差了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老公，合同虽然是签了，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正宗的配方啊，到时候交不上货，或者是味道不对，我们要赔巨额违约金的。我们没有正宗的配方，但老阿妈有。你是说去偷？偷？哼，亲儿子拿亲妈的东西，怎么能叫偷呢？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别跑！你们是谁？敢来这儿偷东西，看我不打死！别，是我。小军儿，怎么是你呢？这大半夜的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厂长，深更半夜鬼鬼祟祟摸进来，肯定没安好心，肯定是来投毒破坏的。放屁！我才不会干投毒那种下作的事。我是来拿配方的。魏启军，你是老味道的厂长，深夜潜入到竞争对手的工厂里面偷配方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什么叫偷啊？啊，我妈的东西那就是我的东西，我来拿回来，怎么了？妈，求求您了，启军也是没办法了，我们跟港商签了大单，要是供不上货，我们就要赔好几百万的违约金，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。港商？小军儿，你连配方都没有，你怎么能骗港商去签订单呢？你为什么要一错再错呀？错！为什么从小到大我在你这做的都是错的？为什么我在你这总是错的？我说你错，你确实错。你初中偷偷学抽烟，翻墙逃课去网吧，你甚至还偷家里的钱去抽游戏币，这些你难道没错吗？我管你纠正你，那都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我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。是谁在我小的时候就把我送到奶奶家养了？我没有把你丢到乡下呀，是你已经能跑能跳能上学，已经不需要大人的照顾了，是你奶奶强行要把你留在身边的。什么？我是城里户口，你爸费了心思也要在城里扎下脚根，怎么可能把唯一的儿子丢在乡下？那都是你奶奶打着照顾你的旗号，好找我们要伙食费。你们胡说！要是你们真给他伙食费，那他干嘛还那么省啊？村里人知道你奶奶有钱，就骗他去赌，他把你每个月的伙食费都拿去打牌，输光了。小军儿，我知道你奶奶在你心里当了一辈子的好人，我本来是不想揭穿的，但是这不是让你来要挟我、纵容你做错事的理由。我们上一辈子的恩怨，本来不想告诉你的，害你走了歪路，也是我这个当妈的不是。小军儿，儿啊，咱们就踏下心来，好好的办企业，别搞那些虚头巴脑的，行吗？你奶奶伺候月子，自己吃香喝辣，却给美云清汤寡水，无油无盐。美云是没有办法，才自己琢磨出辣酱。就是，我们厂的老伙计谁不知道？不是亏欠了你奶奶，是你奶奶亏欠了我们秦厂长。配方，我是不会给你的，儿啊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你去找港商说实话。我也请袁总帮忙说和，会帮你降低违约金的。魏启军，你只知道你奶奶不容易，你有体谅过你亲娘这么多年的苦吗？秦厂长，到这个时候还想着帮你，你连个认错的软乎话都开不了口，真是白养你了。够了，闭嘴！
你凭什么这么说齐军？要不是你把厂子给赔得底朝天，我们早就出国留学了，现在早就飞黄腾达了。没错，要是你当初送我们出国留学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啊，有今天这样，都是你秦美云欠我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是不会走到赔付违约金那一步的。把配方交出来，否则我就以荣成老味道商标所有人的身份申请禁止令，禁止老阿妈使用我的商标。我从小供你吃供你喝，把你养大，让你成家立业，这些你都不认了，就因为我没有把你送出国，就是我欠你的吗？没错，你个混账小子你！老袁，算了，我秦美云没欠你一分一厘。你既然要申请禁止令，那随你去吧，我不在意。保安，把他们给我请出去，不允许他们踏入老阿妈一步。我自己会走。秦社长，云总，爆了，彻底爆了！蔡老那期综艺上线，我们老阿妈荣成辣椒全网刷屏，订单量爆炸式增长，生产线都快跟不上了，供不应求啊！好啊。哼，秦美云，这是法院的禁止令，请你立即召回在售以及宣传中含有荣成老味道字样的产品，请你立即执行。魏奇军，你这就是趁火打劫！话不能这样说，这商标法有明确规定的。我现在是荣成老味道商标的所有人，我有权追究任何侵权行为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产品包装上出现“荣成老味道”这几个字，就属于侵权，就必须下架。是的，女士，目前该商标权明确归属魏先生所有，即使你们使用在先，在法律上依然属于侵权行为。好一个使用权不及所有权！你们这就是强盗逻辑，明明知道是我们老阿妈火了，故意来使唤。我如果就是不下架呢？你是打算告我，还是申请强制执行？当然，该走的法律程序，我一步也不会落下。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我们新产品包装时早就没有“荣成老味道”这几个字了。当初在老味道工厂展示新包装时，你没有仔细看吗？哼，笨蛋，我们早就改包装了。我刚刚就是故意逗你玩，没想到你是真蠢，真拿着鸡毛当令箭呢。你打我？我不是打你，我是在教你。从前我没有好好教你做人，现在我要好好教你做生意。第一步就是落子无悔，走一看三。这老味道的剪影 logo 原型照片，肖像权属于我本人。现在我就以肖像权侵权为由，禁止你老味道工厂继续使用我的肖像剪影，请立即下发律师函。一旦老味道不能使用这个肖像剪影，那就无法与消费者心中的荣成辣酱挂钩。魏奇军，你想鱼目混珠、以假乱真的算盘落空了。老公，怎么样啊？限制令发酵了吗？是不是老阿妈产品全都下架了？魏奇军，你把一切都搞砸了！什么情况啊？我投资冲的就是老招牌，只要老味道和老阿妈包装相似，我就能以海外版的名义抢先占领市场。现在剪影 logo 不能用，你把一切都搞砸了！什么？你没把剪影图案注册商标吗？那肖像他就没给我授权，我根本注册不了啊！我不管，你无论如何都得给我想办法，就算侵权也得给我发售。秦美云、横竖都是你亲妈，难道还能真告你不成？对，老公，不然咱们就要赔天价违约金了。妈都这么做了，我们还不能为自己想办法吗？那就只能这么办了。金哥，都搞定了，他们的设备都被我们弄坏了，没
没个3-5天根本修不好。你看，好，这是你们的，把嘴闭去。哎，放心，军哥，放心。这样一来，能够大量面试的，就只有我的老味道。厂长，这怎么办呀？哎呀，美云，我已经检查过了，灌装线的核心部件全部被毁坏，短时间内根本无法修复。一定是那个韦奇君干的，他看到我们订单激增就使坏。报警！必须把他抓起来！必须把他抓起来！抓起来！真是白眼了！秦大姐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就生出这么个孽种？美云，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安排购买新设备，绝对不会影响生产的。老袁，不必了，新设备不必买，警也不用报，我有办法。哼，哟，这是来给我发禁止令啊！啊，哼！我就是不换包装，我就是还在生产发售，怎么？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有本事你们去告我们呀！等法院判下来3年5载的，我们早就把钱赚够了，到时候我们就认输呗。哼！妈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现在在市面上能大量铺货的也只有我们，你呀，就是那田浪，注定会被拍在沙滩上的。七军儿。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对钱有这么深的执念，是真的因为我没有把你送出国吗？还是说你当年在同学面前夸下了海口，你没有送出国就觉得丢了脸，这一切都怪在了我头上？我听不懂你什么意思。你不承认就算了，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老伙计，搭把手，把这些灌装的设备全都给我搬回去。都别动！你们干什么呀？啊！你们这是抢劫！你们这是明抢！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就报警抓你们！秦美云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味道的厂长了。这些是我的东西，你们这是抢劫！你们，这就是我的东西，不止这套灌装机器，这些，还有这些，这是当年兄弟企业感念老味道带火之恩，在我厂子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们无偿借给我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当上厂长之后，你难道没看厂里的文件吗？这些设备不是厂里的，而是我秦美云个人的。你说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啊！厂长，确实是这样。这老厂长是您亲妈，谁知道您连这都不知道？完了，没了设备，别说用冒牌货占据市场，我连正常的生产也做不到。那会怎么样呀？我们跟港商签了对赌协议，一旦达不到协议里面的利润，我们的厂子抵给他，这厂子就完了。闭嘴！而且我们刚刚给那些老工人赔了那么多钱，市场已经空了，现在设备没有了，生产线开不了，怎么盈利啊？你闭嘴！你闭嘴！我让你闭嘴啊！姐姐，我们要不给妈认个错吧？我听说老阿妈现在特别火，马上就要上市了。不可能，我没有错，我根本就没有错，我是不会给她认错的。哎呀，我破产了，我的第一手是保释钱，我回去现一地把房子卖了。妈，既然你把我往绝路上逼，那我也只能这么做了。我现在命令你把老配方给我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让全网看看你这个女企业家是如何身败名裂的。魏启军，你带着小混混破坏我们车间里设备的录像我们都有，但是你妈念在你们的母子情分，没有报警抓你，你现在还反咬一口，你想逼死你妈？是他先逼我奶奶跳楼的，看见了吗？啊！要不是你没用，赚不到医药费，我奶奶怎么会逼到走投无路跳楼自杀？就是你欠我和奶奶的，你欠我们一辈子。陈总，你让我联系的人我带到了。秦大姐，听说你老阿妈的灌装设备坏了，别担心，我们厂最新的生产线都会随时为您无偿提供的。30年前是你用小广告
让我们这些小厂起死回生的。30年后，你在网上爆火，又让我们赢了一波红利。您真的是我们的亲大姐。没错，秦厂长，我的设备你随便用，我们都愿意帮你。谢谢你们，文涛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这些都是你攒下来的善缘。今日看来啊，就算没有我的注资，以你做事情都留后路的性格，也一定会把老阿妈重新做起来。你们还帮他？没看到他是一个逼死婆婆的毒妇吗？妈，你是因为我揭穿了你恼羞成怒吗？啊，还打我？你就真不怕我发出去吗？我秦美云清清白白，问心无愧。你奶奶老年的时候查到了绝症，她求我回去照顾她。我把她接回去以后，本来一切好好的，可是你奶奶她怕死啊，听信了保健品的诈骗宣传。剩下的你自己看吧。妈，你别过来！妈，钱没了就没了，对人可不能有事儿啊！你可别做傻事儿啊！那可是我儿子的新房钱呢！这，妈，当年你父母都想跳楼，是他们不想你上完大学回来没了家，才硬挺着一口气，借设备把厂子撑起来的。万万没想到，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畜生！怎么会这样？妈，妈，我错了。妈，你会帮我对吗？自打你把我赶出厂子，很多人说你错了，你的妈妈没有那么的十恶不赦，可你就是不相信。我现在全信了吗？不，你不是信了，你是不相信自己败了，败在一个这样的老婆子手里。你从一开始就不肯接受自己的错，你就认为自己是对的。这条视频，如果你早拿出来的话，事情有可能很快就真相大白了。但是你却当成一个尚方宝剑，在最关键的时候想置你的母亲置于死地。你骨子里就是一个刚愎自用、自食其力。我是不会再救你的。调货机们，搬设备。从今天起，我秦美云和他魏奇君断绝母子关系。我错了，妈，妈，废柴，拿着你的东西滚远点！看见没？听说他不止厂子没了，房子也被老婆偷偷卖掉了。切，活该！走。哼，美云，今天晚上可以约你吃个饭吗？哦，不是谈工作的那种，是约会的那种。云总，女神答应你约会，是不是开心爆了？其实不管他答不答应，我都会一直看着他。我这半生酸甜苦辣都尝遍了，如今才算真正见识了天高地远。虽已年过半百，且看我纵情高歌迎四海，再战山海50秋。